蓝忘机之前查阅了很多古籍，但自古以来修习鬼道乃逆天之行，相关记载一向被列为禁书，他几乎找不到太多资料，更别说治疗方法。所幸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。据说早在50多年前，辽边有一个猎户，生活在鲜卑山中，他的一家老小被外族残忍屠杀，这个猎户就借助先祖留下来的古籍修习了鬼术。报仇之后，这个猎户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在一种神志不清、极端易怒的状态，甚至控制不住的想杀人。可能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控，就跑到了深山老林里，准备自生自灭。谁知过了半年，人们竟又见到了他在捕猎。再过1年，他已经能正常和人对话了。又过2年，他几乎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。这个人的鬼道之术并没有随着年龄减弱，但却不会再失控了。蓝忘机推测，很有可能是幽静安稳的环境对心智起到了一定作用。比如前世魏无羡住在乱葬岗，在穷奇道劫杀前也几乎没出现过失控杀人的状况。恰巧观音庙后，魏无羡本人也有归隐的打算，邀他一同前往山中村，他遂欣然应允。整件事中唯一的变数就是江澄。如果那天魏无羡和江澄在聊这件事时多点好奇心，要去封关的地方看看，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。蓝忘机选择不告诉他，就是希望将他完全从这件事中择出去。就算事后有意，也有江澄作证，当时魏无羡的确毫不知情。另外，则全凭他对魏无羡的信任和了解。事实证明，魏无羡突然的销声匿迹，的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聚集在清河吃人堡周围的散修正在逐渐减少。魏无羡抿了抿唇，谢谢你做的这些。蓝忘机手握着鱼竿，突然侧过脸，认真的看着他。你也为我做过很多。魏无羡诧异了一下，啊，有吗？蓝忘机肯定道，有。他同人颜色极浅，平日里看向他时总是冷冷清清，像一面琥珀色的镜子，装着山川河海、绿竹清柳。而此时因聚集了太多感情，平静不在，倒映着他的脸，浓烈炙热，如滚烫的火焰。魏无羡一时哑然，过了会儿，他问道：蓝湛，你是不是很怕我会突然消失？红霞映着湖面，日暮西沉，一只野鹤闲闲飞过，倦鸟归巢，四周陷入长久的沉默。蓝忘机最终点了点头。从前他不说，他不问，所以他不知道。现在他问了，他说了，他只剩下心疼。蓝忘机问：你还会突然消失吗？魏无羡坚定地摇摇头。蓝忘机像是解决了一件大事，整个表情都放松下来。那就好。魏无羡感到心脏有些闷痛，可闷痛之余又夹杂着一些令人战栗的酥麻。他转动着手边无辜的芦苇杆，鼓起勇气道：还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，虽然这么说有点突然，但是不说清楚是不行的。他深吸口气，蓝湛，我……哈哈，别闹。嘘，这里好像有人。哪里？芦苇田外，一对年轻的男女环顾四周，过了一会儿，似乎是确定周围没人了，女人羞赧地打了男人一下。哪有人？你吓死我了。不小心看错了吗？男人笑着握着女人的手，两人钻进厚厚的芦苇田中，很快就消失不见。芦苇田的另一旁，魏无羡和蓝忘机蹲坐在河滩的大石头后面，屏息凝神，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。魏无羡心道：要死，竟然偏偏在这种时候。一旁的蓝忘机不解道：为何又要躲？也对，他们俩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等等，他为什么说又？蓝忘机突然疼得站了起来，魏无羡下意识抓住他：你干嘛？蓝忘机指了指那对男女离开的方向：那边没有鱼。魏无羡把他重新拽下来：你放心，他们不是去钓鱼的。那去做什么？魏无羡脸一红：他们是去下地的。后半句的声音逐渐小了下去。犹记得初来乍到，他尚且不知道村妇们的厉害，耕作时单纯的去请教种地瓜的技巧。村妇们非常热心，拉着魏无羡聊了半天，分享完经验，又聊起村里的女人。还是没我厉害，不但长得漂亮，人还勤快，关键是胸大屁股大的，好生养。仙门儒生说话不会这么直接，魏无羡从没听过这种说法，就问：为啥这些就代表了好生养？村里的女人一眼看出他是个童子，就逗他说：以后下地就知道了。魏无羡不懂俗语，以为下地就是种地的意思，自然而然道：下地有什么？我跟蓝庄天天下地啊。他们一下子笑得更欢了，
正巧蓝忘机干完活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离魏无羡近的阿姨就把他往蓝忘机怀里一推。蓝兄弟，你家这口子要跟你困觉嘞！说完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下魏无羡再傻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，顿时就臊了个大红脸，忙拉着蓝忘机的手就往回走。蓝忘机瞅着他衣领后面露出的粉白脖颈，便知道他一定是全身都羞红了。他们在开玩笑。魏无羡顿了顿，忙把手撒开。那个，我们没说别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闻言，蓝忘机眉头微皱。往心里去？什么？这下轮到魏无羡哑然了，吭哧了半天，应是道：没什么，你没在意就好。后来村里的女人发现，姓蓝这个小伙子虽然人冷冰冰的，不爱说话，但特别听魏无羡的，少有的几次笑容和柔和表情也都是在对着魏无羡的时候，所以他们私底下都戏称魏无羡小蓝那口子。当然，这些魏无羡本人自然是不知道的。魏无羡抓住蓝忘机的手，小声道：你跟我来。他拉着蓝忘机七拐八拐的往芦苇深处走去。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只露出头顶一小片光，但是两人谁都不怕。蓝忘机看着他们紧握的双手，突然有种劫后余生，一起奔向天光的感动。待走到草丛四周都看不到天的地方，魏无羡才停了下来。好了，这里肯定没人了，只有咱们俩。他说完又咳了一声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有些话想对你说，不想被人打扰。蓝忘机轻轻笑了一下，像湖面划开了一层薄冰，在他心里荡起一层层波澜。俩人相握的手干燥温暖，一时间谁也没有开口，谁也没有松手。过了一会儿，蓝忘机问：不说了吗？魏无羡耳朵通红，急道：你就不能等我一下？魏婴。蓝忘机突然叫了他一声。魏无羡本能的脊背发麻，心脏狂跳。他是熟悉蓝忘机叫他魏婴的，但他感觉这次不一样，这一声明显带着更为汹涌的感情，好像夹杂着千言万语，滚烫沸腾，即将倾诉出来。之前你问我为何答应你来这里，和你一同归隐，一同夜恋，一同生活。是因为倾慕已久，心向往之。蓝忘机嘴唇微起，眼睛里看不出是感慨多些，还是欣喜多些，或者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是单纯的想说给他听。因为我喜欢你。魏无羡感觉自己要被那眼眸中燃烧的东西灼伤了。猎户的话无疑给了蓝忘机许多触动，在面对生死时，那些犹豫、猜测、胆怯突然都变得轻如尘埃。他当时想的最多的就是自己居然没有好好珍惜两人相守的时光，没有将自己的心意说出来，那些话和那些遗憾就要在漫长的时光中随着他的肉身一同深埋地下。他永远忘不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绝望。魏无羡眨了眨眼睛，迟钝地道：不是说好我先说的吗？蓝忘机直接道：不想等了。少时寡言，而后缄默。他做的比任何人都要更多更多。当所有人都妄图用枷锁囚禁他，折断他的翅膀，有一个人抬高了双手，告诉他：你是自由的，我喜欢你，想拥有你，却要比任何人都渴望你自在逍遥，过得快活。习惯和蓝忘机朝夕相处，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，但要如何掩饰和克制心底的喜欢，却费了他好一番力气。当魏无羡明白了所有真相，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意，成了他遇过最难解的问题。但蓝忘机不需要他来解，他已经一个人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挨过了数年无望和思念的苦苦折磨，来到了他的身边。当他问起，他便回答：是啊，我喜欢你。直白、简单，同时又很庄重。夜色降临，霞光火一样的烧，湖边偶尔传来一两声野鸭的鸣叫，风在芦苇荡上打着卷。仔细看会发现，漫无边际的草丛中有一处不大不小的凹陷，伴随着拍岸的潮涌，夹杂着几声绵长的喘息。打湿的草尖划过皮肤有些凉，掌心却很热。魏无羡抚在那块烙印上，动作轻柔，似乎是想借此抚平过往时光带给他的所有伤害和痛苦。奇怪，以前在岐山的时候，看到温巢那厮举着艳阳烈焰烙，只觉得恶心又烦人，怎么你胸前这块看起来就很顺眼？魏无羡思索着，莫非这就是那什么？蓝忘机抓过他的手，放在唇边吻了一下，眼神温柔澄澈。魏无羡一笑：好，不说这个了。他伸手把蓝忘机的脖子勾下来，擒住他的嘴唇，细细啄吻着。魏无羡的裤子已经全湿了，湿漉漉的紧贴着臀部，
勾勒出诱人的沟壑和小丘，紧致的腰身随着呼吸剧烈的起伏，和他的胸膛轻轻磨蹭着。蓝忘机的双手在他身上四处点火，最后久久地停留在腰臀一带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